你为什么看好 GameFi？ 有人说了，加密货币总市值现在多少？12000亿美元左右是吧？那全球游戏产业市值多少？2000亿对吧？现在炼油总市值才20亿，也就是说，如果 GameFi 把那批玩传统游戏的人全部吸引过来，那 GameFi 板块还能翻100倍。听懂掌声？那我说，停，你们这群人怕是搞错了。现在这炼油，传统游戏玩家看得上吗？自从2017年底 CryptoKitties 发布，这都5年过去了。除了 Axie Infinity 带来了玩转和双代币模式 ，Sandbox 带来了卖地的概念，没其他新概念了。而且我说的还只是 DeFi 的概念，还没有提到游戏最重要的属性，那就是好玩。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项目啊，我愿称它为2022真蓝筹游戏。我就说几个点：第一点，游戏创新方面，它是区块链首个 God Game；第二点，经济学创新方面，它是首个采用3代币模式的 GameFi；第三点，它不是3A 炼油，但已经融资了1300多万。注意啊，是从投资人那融了1300万。如果加上散户投资的 NFT， 他们现在已经有1750万美元的资金了。第四点，他们真的很懂电子竞技，因为他们没有打错 eSports。那这么屌，这个项目叫啥名字呀？客官别急，请听我娓娓道来。大家好，我是 Shamans， 欢迎来到 GameFi。猥琐视频不构成投资建议，币圈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刚才提到了这个，我认为2022年的大蓝筹游戏由一个香港团队制作，叫做 Apeiron， 是运行在以太坊上的3D Q 版上帝游戏。我先普及一下啥是上帝游戏啊，有4个点来定义：第一，自主的人或生物；第二，通过获得信徒来增加自己的能力；第三，拥有超自然能力，能改造世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上帝影响世界，而非直接控制世界。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模拟城市算上帝游戏吗？不算，上帝不会自己修路建房子，那是市政厅干的事儿。在 Apeiron 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星球上住着一群黄色的小胖墩儿，名叫 Dude。当他们遇到问题，就会向你祈祷。那作为上帝，你可以选择帮助他们，也可以选择惩罚他们。你的选择会决定这个世界最终走向天堂还是地狱。但无论如何，你都需要积累你的信徒。你可以制造下雨，为小胖墩儿种树。也可以制造闪电，烧烤小胖墩儿。你的行为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你无法预判他们的具体表现。这也就是 God Game 的魅力所在。这个游戏在很多方面都致敬了 God Game 的鼻祖，包括 Populous、Black and White 以及 Spore。玩过这几款游戏的朋友应该是深有感触。那随着你的信徒的增加，你将解锁更大的地图，也有更新的玩法等着你。比如说 PVE 模式、地下城探险，这是一个自走棋加卡牌的玩法。有炉石和云顶之一的感觉，也可以在竞技场进行 PVP 排位赛赢取奖励。当星球已经完全开发到饱和时，你可以选择重置星球，这会带来巨大的代币收益。但是不要担心啊，星球重置后会随机生成新的地图和环境，这能保证你的游戏体验始终有新意。那说到另外一个很有创意的点 ，Apeiron 采用3代币系统，分别是智力代币 APRS， 限量供应10亿个，其中用于 IDO P2E 质押奖励等反馈玩家的代币数占总代币数的54%，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了哈。另一个呢是游戏内代币 Anima 无限量供应。以及第3个，他们独创的高级代币 Ringo， 只能通过参加大型游戏活动或者参加联盟和工会的副本获得。只有 Ringo 可以访问一些独特的功能，比如说商店啊、yield farming 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类似于前段时间威神在论文里提出的灵魂绑定代币啊。这个 Ringo 币只奖励给那些对游戏有持续正向影响的人，其实就是在验证你在 Apeiron 的身份地位。可能还可以以此衍生出每个钱包的信用度啊，用作游戏中各种 DeFi 模式的权益证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而且这3种代币均可以在交易所直接交易。我很期待这种代币经济学能产生惊人的效果。那整个游戏的核心 NFT 有3个：星球 Planet、星系 Star、遗迹 Relics， 以及胖墩使者 Dude Apostles。星球是玩 Apeiron 的必备 NFT， 具有15种元素类型，这决定了星球的外观以及你在战斗中能使用的技能卡。咱们举个例子，纯火属性的星球，也就是 Pure Fire Planet， 能获得最高等级的火属性技能卡。而火、水、土3属性混合的星球，虽然能使用3种不同属性的技能卡，但是无法获得任何一种属性的最顶尖的卡牌。而且每个星球还会对应唯一的一个 Avatar， 当你需要参与 PVE 等模式时，你需要化身 Avatar参与战斗。要注意的是 Avatar 也分为3个大类 The Fury 近战武士 The Wisdom 远程法师以及 The Fate
辅助或奶妈。所以15种元素加3种 avatar， 使得星球的丰富度很大。首批行星共计4586颗，目前在 OpenSea 上能看到的有3700颗，地板价为0.237个 ETH， 成本还是比较低的。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星球上找到各种神奇的遗迹，并且极少的几个小胖墩儿可能会随着游戏进程成为你坚定的追随者，也就是度的使者。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可以和你一起参与 PVE 模式。根据游戏实际演示画面来看，一个 avatar 需要带4个度的使者才能玩 PVE。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无论是遗迹还是使者都不是 NFT， 在星球重置时它们都会消失，但你可以使用治理代币 APRS 在重置时将它们铸造成 NFT， 这样在星球重置后你还能保留你喜欢的遗迹，并且和度的使者并肩作战。另外最后一个 NFT 星系其实就是咱们通常理解的土地，限量11498个。星系一般有几根轨道，你可以把自己的星球停放在轨道上来获取被动收益，或者加速星球的游戏进程。当然你也可以将轨道出租来获取其他星球的收益分成。以上提到所有 NFT 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那 Apeiron 的游戏赚钱方面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传统还是老几样 P2E、 NFT 售卖或者质押以及土地租赁。那项目进度方面呢，因为最近是熊市，他们调整并且在27号发布了新的 roadmap。 我整理了一下核心点，6月将推出星球繁殖，允许有2个星球的玩家免费铸造新的星球。那7月份将推出星球质押，8月将推出治理代币 APRS 的社区轮以及 TGE。那么社区轮300个 USDC 可以买2500个 APRS， 单个成本约合0.12美元，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社区轮将进行 KYC， 也就是中国、美国、日本以及50多个国家的粉丝不允许参与。那我觉得这个抉择挺好的，项目方还是挺有魄力的，规避政策风险，对项目的长期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那如果你想买币呢，可以参与后续的 TGE，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 KYC 了。那么在第3季度呢，他们将开始封测，预计在 Q4 发布 beta 版。另外他们还在积极举办各种活动，近期中文区的活动是王者荣耀争霸赛，冠军呢将获得450 USD， 如果持有 NFT 星球的话，奖金会翻倍，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款游戏是目前区块链世界玩法最新颖最丰富的了，而且团队有意识的在做多方面的创新，这是无论是咱们作为纯粹的游戏玩家还是区块链爱好者都是很希望看到的。那无论这个游戏最终会不会衰亡起码我们能看到项目方做出的努力，这个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因为他们即将在下一个月进行一系列的大动作，比如说繁殖质押IDO 所以说这个月应该是进入的黄金时期，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帮助，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项目的重要链接我将放在视频下方说明区。我是 Shamus， 这里是 GameFi Whistle， 我们下期见。